我再次给你表个态，只要查出来小木有触犯刑律的事实，那么该判的是什么，就判他什么，我绝无二话。老书记啊，你先别急，我相信公安机关会认真查处这一案件的。喂，陈主任，是我。大富豪娱乐城发生大火。什么？大富豪娱乐城发生大火？是的，陈主任，解放路44号大富豪娱乐城发生特大火灾，现场一片混乱，伤亡十分严重。那你赶快派个车来，我要到现场去。好，快点啊！我马上过去。老书记，不用派车了，我车就在门口，我送你啊。走。明天上午，省委那个办公会你准备好了没有？哦，我给办公厅打过电话了，白主任说全安排好了。好，南平市的那个材料你准备一下，明天办公会议上我要用。我回去加个班也就是了。哎，王省长，在南平和川口跑1天了，打个盹吧。唉，好吧，那你也抓紧时间眯一会儿吧。情况好像很紧急。市政府的值班室吗？我陈汉杰，我问你，秘书长呢？好，到现场了。啊，那他要找我，你告诉他，我正往现场赶呢。唐书记，有急事儿。我今天的态度也是市委，我正在向唐书记市政府的态度。什么事？唐书记，大富豪娱乐城着火了。什么？情况相当严重。消防队到了吗？消防车开不进去，400多人被困在火场，加上大富豪娱乐城又重新装修过，有毒气体四处弥漫，恐怕……好了，马上去现场。火势很大，根本无法控制。目前的情况估计后果极为严重啊！解放路口道路狭窄，消防车过不来，大家伙都在做准备工作。目前已经就近监控了5个消防栓了。无论如何救人，不惜一切代价救人，能救几个救几个。是，陈书记，我们已经这么做了，正千方百计的救人。第一批伤员和死难者已经抢出来了，我粗粗数了一下，超过100人了。火势还没有控制住啊！快，那边，快！可不能再添乱了。
千万少死几个人呢。现在要是下场大雨该多好啊！什么？什么？大点声！什么事儿，小段？王省长，省政府办公厅来的电话，说长山大富豪娱乐城发生特大火灾。据刚才长山的汇报说，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88人了。快点，担架！快点啊！喂，王省长，您看怎么办啊？刘省长正在北京开经济工作会议，赵培军书记前天要率党政代表团到上海考察去了。不要解释了，说情况，快说。是，根据长山方面报告，大富豪着火以后呢，消防队很快就赶过去了，但是他们门口有很多的违章建筑，消防车根本就进不去，火势越烧越大，现在正在组织抢救，伤亡人数啊，可能已经达到100多人了。停车，停车。小段，马上给我接通刘省长跟裴军书记。是。喂，国庆吗？啊，你听我说啊，不管什么原因，火灾已经发生了啊，调查呢是不可避免的。你现在马上赶到现场，马上收集固定的啊现场证据。你很清楚，在这种混乱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证据移位换位的现象。裴军书记，我明白了，我立刻代表省委省政府去处理这个事，马上就去。另外，刘省长的意见是要按照重大事故上报规定，这件事得马上向中央有关部门如实汇报，不能隐瞒。好，那我就如实上报。好的，掉头回长山。是王省长，我知道。我现在正在赶往现场。要采取有力措施，尽量把伤亡和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是的。立刻封锁现场，在火灾真相没有查明之前，有关报道不得见报。王省长，就是不见报，恐怕也瞒不住啊，早就家喻户晓了。所以，才更要注意维护社会稳定，更要注意做好市民和群众的工作。事情既然已经出了，要冷静，要正确对待。我明白，王省长。现在现场情况还不太清楚，等把情况弄清楚了，我向您汇报。这么多人把命都送掉了，现在什么情况你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吃的？你这个市委书记是怎么当的？啊！我问你，这把火烧起来的时候你在什么位置？在干什么？说。王省长，起火的时候我正在南四矿开解控会，几万名矿工下岗的问题必须解决啊，要不然工人们会到省城去闹的。唐书记，我们的人全到了。郑柳，赶紧把消防支队张支队长叫到这儿来。是，马上啊！张支队在哪儿啊？王省长，您现在在什么位置啊？马上到长山收费站了。啊，加速！哎，站住！长安同志啊，你不要说了，我有数。正因为知道煤矿失业工人的情绪比较激烈，我和省委才担心这把火一烧会烧出新麻烦来。行了，我马上就到，见面再说吧。好，我知道了。好了，快！一姐，
怪不得消防车进不去呢。就是，消防通道全部都给挤占了。是。张支队长，郑流啊，就按我们刚才说的，马上组织警戒，封锁现场。是。另外，想办法把建筑物里的东西都撤出来。啊，是，明白。减少损失，减少人员伤亡，想尽一切办法找水源。去吧。明白，明白。知道不知道伤亡的人数？具体不清楚，估计得100个以上吧。啊？知道了，去吧。是。啊，郑流，王省长马上要进长山了，找辆车把王省长带到这儿来。明白。千万不要忽略消防车被堵的事实。经验告诉我，这个事实将来会成为渎职立案的一条重要线索。我马上对消防车被阻的现场情况进行录像拍照。在不影响救火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多收集一些原始证据。这整个把这就都给堵死了。王镇长，您来了。郑流，现在什么情况？你看，叶姐。咱们这位女检察长怎么也来了？是被通知的吗？啊，没有。叶检和陈汉杰比我都提前早到一步。叶检，怎么王省长也这么快来了？马上行动吧。那我们赶紧走吧。走。王省长，我得给你汇报了。你说的检察院干的叫什么事啊？完全成了陈汉杰手中的枪了。陈汉杰说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今天接到陈汉杰的指示，把我们钟楼分局副局长抓了，弄得我们分局的同志很有意见。说这干什么？说这情况，怎么回事？这里的情况糟得很。虽然接到了报警的消息以后，消防队都来了，可是大火还是着了。你看，战斗的面铺把道路全给堵了。你看看，这片违章建筑简直无大事了吗？你看，这么多救火车都进不去嘛。现拆都来不及啊！你看看这片违章建筑。传啊！哦，王省长，我们工作没做好。不是你这违章是怎么回事啊？我做市长的时候就已经有指示了吧？那拆2年了，怎么就这么不执行呢？你批的那个早拆掉了，你看看，这是半年前才盖上的。是啊，王省长，陈主任不说我还不知道，这些建筑物都是新的，有令不止，防不胜防啊！这些人呢，胆子太大了。那你就把这些人全都给我抓起来嘛，看看谁还敢！王省长，这个指示我们一定贯彻执行。郑流，到，你去，马上调些铲车、推土机，拿来把它推平了。是。哎，叶姐，你过来一下。啊，老书记，您找我？你抓紧时间把这些拍下来，把范围扩大一点。好。啊，李警，你好。你好。你好。小段，接赵书记。叶检。老陈，我们这位检察长非常敏锐，很好。我们在这种关键时刻，需要的就是这种敏锐。你身为一个检察长，你有你的职责，我们不会干涉。但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救人救火第一位。是，我已经跟我们的同志们都交代过了。啊，子京同志，啊，要注意保密，不论现场发现什么重要线索，没有省委、市委的通知，一律不得对外宣布。是的，我们是有纪律的。朝阳说的对，啊，这么大一场事故，我们一定要有全局观念。裴军书记，是，我已经到了现场。救援行动正在进行。明白，人民的生命重于泰山。火势现在初步已经得到控制。张支队，没事吧？张支队，不要管我，快去救人呐！
就这样，啊？会议地点也要我来定，你们决定吧。唐书记，现在的死亡人数是121人。哎，这样，我看这样，让全省的医生护士，不管他是哪个科的，都让他从医院里赶来抢救病人。好，马上把陈主任的指示通知各个医院，马上。好。哎，灭了！那个小段，打电话给赵书记和刘省长，说火势已经基本控制。好。朝阳，马上让公安局调查起火原因。裴军书记跟刘省长在等我们的汇报呢。长工同志，公安局副局长武成义已经开始调查了。啊，这把火是怎么烧起来的？现在很难说清楚。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啊。都有些什么说法？多了，什么电线短路，还有说乱扔烟头，还有人说是故意放火。放火？嗨，反正说什么的都有。这种说法有根据吗？我说叶姐，这常山的情况您并不是不知道。您这么过早的来现场，您让领导怎么想？哎，武局啊，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我说姐姐，你不是消防队长，您是检察长，身份特殊，引人注目。姐姐，你想干什么呀？啊？哎，你唯恐天下不乱啊！哎，你这是什么话呀？我可不是存心跟谁过不去啊，是太巧了。我当时正在老书记家汇报工作，如果他要是有车，我肯定会按部就班的等通知啊。别说了，你们今天闹的这出啊，我知道，可把我们江局长给气坏。报告武局，这儿闹。叶姐，您坐。你坐这儿。我们今天叫你过来，是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郑刘同志，这么大的灾难性事故，我认为检察院有必要提前介入。这不单是陈主任的意见，也是我和市委的意见。你们公安检察密切配合。子京同志就在现场，你们先碰个头吧。是。郑刘啊，朝阳同志的意见我赞成，你务必要和子京同志好好配合。是啊，江局长，这场大火处理起来可能非常困难。你们一定要认真负责。是，一定认真负责。那好，好，王省长，我先走了。唐书记，我走了。大富豪娱乐城是方舟装潢公司第3施工队装潢的，质量上出了不少问题。我们老板苏阿福就扣了施工队20万尾款没付，队长扎铁柱就带着手下人闹了好多次。今天上午10点钟左右，扎铁柱又带了一个叫刘金水的管道工和一个叫周培成的电焊工又来要钱了。给不给？想好了吗？这有话好好说，别再闹了。呸！闹什么闹啊？还老子的血汗钱！你让他们把手放开啊！你少来这套！你给我放开，我可就喊保安了啊！你吓唬谁呀？老子们是破产矿工，赤脚不怕你穿鞋的。苏老板，你说清楚，这20万工程尾款，今天你到底给不给？我不是不给你们呀，你们得等干完活我再给你们嘛。呸！嘿，你瞧这烟头，你再给我点着了，小心失火！失火！再不给钱，小心老子放火，烧了你狗日的娱乐城！扎铁柱他们是不是真的放了火？我不知道，我只听说当晚扎铁柱他们又过来了，在我们娱乐城前厅烧电焊，后来火就烧起来了。扎铁柱烧电焊，谁看到了？前厅当班的都知道。扎铁柱烧电焊的事情我知道，扎铁柱那天晚上好像是8点多钟来的，阴着脸，骂骂咧咧的，一副很凶的样子。我也没敢多问，他也没说什么。后来
我就不知道了。黄书记，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初步估计啊，死了150人，伤了38个，其中消防队的官兵大概有16个。消防武警有没有牺牲的同志？目前没有。那个张支队长还有2个官兵伤情很严重。传阳，记住，一定要慰问一下消防武警的官兵们。好。啊，王副省长，根据武成义的电话汇报，很有可能是报复放火，是吧？我们先到市委开事故通报会吧。走吧。好。不可能是放火，第3施工队跟大富豪娱乐城的是有纠纷，那不错，那也不至于这么报复吧？再说了，那个扎铁柱根本没这个胆儿。据我所知啊，情况是这样的：苏阿福太霸道了，今天没听完我的话，就喊保安赶我们走，还打了我和周培成。这就是说，扎铁柱所以不慎引起了失火，是不是？是啊，他电话里头就这么说的。那扎铁柱和他手下的人当真不会报复放火？他手下的人你也敢保证？我敢保证。书记，您在南二矿也做过党委书记，而且扎铁柱这个人您也了解。那天去烧电焊的时候，只有扎铁柱一个人，他放什么火呀？那好，你马上给扎铁柱打个电话，让他去说清楚。喂，你好。哎，你说吧。喂，你好。那么死者的身份是不是从死者的 BP 机和手机上搞到的？是的，死者的亲属进不了警戒线，只好打呼机联系。这下麻烦大了，一把火烧死这么多人，惊动了长工省长，够咱们喝一壶的了。何止啊，不仅是惊动了王省长，而且惊动了中央，很可能惊动全国呀。是啊，唐书记和陈汉杰的脸都铁青了，这不还要连夜开紧急会议呢。叶姐，扎铁柱，跟我们走吧。我正要去自首。放火失火，先不说，让武局长他们去查嘛。不过我倒是注意到了非常严重的渎职问题。消防法规苏阿福是怎么执行的呀？啊，那些占道的门面房是怎么回事啊？都是谁家的呀？是不是苏阿福的？是谁批准盖的呀？啊，如果不是消防通道被堵的话，伤亡不会这么严重啊。我同意你的看法，这里面一定存在严重的渎职问题。就算有人故意放火，这渎职这条也逃不掉。叶姐，我初步的了解一下，门面房是苏阿福半年前盖的，现在全部租出去了。是不是有哪个单位批过，现在还不清楚。最起码钟楼区城管委有责任。另外，大富豪娱乐城没有营业执照和许可证，也没有消防检查合格证，基本上可以断定是违法经营。苏阿福的胆子怎么这么大呢？我知道我这回工作失误，闯下大祸了。李总刚给我来电话，我准备投案自首。你们看，换洗的衣服、牙刷和毛巾，我都准备了。扎铁柱，我们不问你的事，你用不着啰嗦。是，武局长，那你问吧，问啥我说啥。那你是怎么失误的？这场大祸，你又是怎么闯下的？火是烧电焊引起的。大富豪娱乐城前厅不是有个洞吗？我可不知道楼下是他们娱乐城的大仓库啊，堆了那么多东西，他们也没跟我说啊。这么大的火，证照是不是都被烧了？这种可能不是没有的。叶姐，将军，不是这个情况。大火烧起来的时候，苏阿福办公室的门锁着，火根本就烧不到那儿，所以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我们仔细搜查现场的时候，这时我们才发现，关键人物苏阿福也被烧死了。你见到尸体了吗？见到了。他在死之前呢，在陪什么重要客人。这位大富豪一烧死，这渎职案可就难办了。是啊，苏阿福是个关键的人物，他在常山和省里关系都很复杂。这场大火
和暴露出来的问题，估计都和他有关。当时在现场的，除了你还有谁啊？就我一个人。下午因为讨要工程款，我们和苏老板刚吵过架呀。电焊工周培成不愿意干，谁都不愿意干了。我是施工队长啊，又在矿上干过几天电焊活，也只能我来干了。我这不是也想早点要回那20万尾款吗？苏阿福敢这么无照经营，占道大盖违章建筑，估计涉及到的单位会很多，不知都会牵扯到哪些部门，不知道会涉及什么人，涉及到多少人。是啊，这关键人物一死，许多秘密会成为永远的秘密了。报告将军，有点急事。好，叶姐，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我还要处理点急事。接下来就是我们公安、检察两家的事了，我们好好配合，及时通气。好。走吧。张铁柱，你这电焊工合不合格？有没有电焊作业许可证啊？没有，可我会干呢，挺合格的。我在南二矿是救护队长嘛，矿山救护队是干啥的？专门抢险的，井下冒井塌方、透水爆炸，我们都得上。作为救护队长，啥都得会摆弄几下。我要是没这2下子，当紧当忙的就抓瞎了。那也就是说，你根本不具备电焊作业资格，对不对？可我的电焊活并不比有证的周培成差呀，这大伙都知道的。赵铁柱，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起火的？起火之后，你又做了什么？火不是我发现的，那个洞不是让我焊死了吗？楼下仓库里的烟火，我不可能看到啊！你们想啊，我怎么可能看到呢？是歌唱家刘艳玲告诉我的。张铁柱啊，你怎么还焊呢？着火了！什么？着火了？在哪儿？看看呢，快走啊！在哪儿？哎呀，楼下来了呀！知道了。就在楼下。刘艳玲是什么人啊？你好像跟她挺熟啊。刘艳玲啊，刘艳玲是我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小闺女，她爹是我表哥，现在在省城做生意。刘艳玲一直在海南当歌唱家。什么歌唱家？是个3陪小姐。可不敢这么说呀，刘艳玲歌唱的好着呢，是个小百灵。身份证。不，你。这就是苏阿福。是的，叶姐。我在一些公共场合见过他。你断定就是他吗？不会搞错吗？孙队长，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就在这儿唱唱歌，坐坐台，我可从来不做那种生意。刘艳玲，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啊？你的外号不是叫歌唱家吗？我告诉你，我们早就盯上你了。行，我他妈认倒霉，我认罚。你说个数吧，我交钱走人。走人？往哪儿走啊？你往哪儿走啊？带我去。哎，走，孙队长，哎，走。哎，绝不会搞错的。我们在他裤子口袋里发现了一串钥匙，全是他办公室和他家门上的，还有他奔驰车的钥匙，他老婆也证实了。大富豪着火的时候，他就在里面招待北京的2位客人，他们事先通过电话。听刘艳玲一说呀，我才发现失火了，出大事了。我就和刘艳玲拿着灭火器去救火，哪管用啊？又去拉3楼厕所的清洁水管冲。吴局长，你想啊，那么大的火，那么点的水，它不起作用啊。再说了，玻璃都快烧炸了，楼下仓库里的毒气也出来了。刘艳玲捂着鼻子跑了出来，也招呼我快跑。哎，照片录像要严格保密，苏阿福的死不能透露出去，这个问题要特别重视啊！如果把苏阿福的死泄露出去，涉嫌受贿渎职的问题就很难再查下去。他们会一推625，
你们公安机关也要注意啊。是叶检，保密问题，江局已经做过指示。江局有什么指示吗？江局指示暂时不把苏阿福列入死亡名单，对外宣称说有生命危险，现在正在抢救。好，那就按江局的指示办吧。那好，我们走，走。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呢？150多人呢！天哪，这祸可闯大了！这扎铁柱他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他没这么简单。现在外面都在传，说是放火呢。啊，不可能，不可能啊！黄书记，您得找叶检谈谈。大川，别着急，别着急，让我想想，好好想想。黄书记，扎铁柱他可救过您的命啊！是啊是啊，不但救过我的命，他当救护队长的时候救过多少人的命啊！除了刘艳玲，还有没有其他人出现在现场？没有，除了我和刘艳玲，肯定没有别人在现场。扎铁柱，你接着说。跑出来以后，刘艳玲就不见了，我呢，就打119火警电话报警。哦，对了，我还给刘艳玲打过电话。主要就是这么个情况，都是我闯的大祸，我不赖。你们该判我多少年就多少年，我全认。孙队长，您就少罚我2个呗，我肯定不让你们派出所吃亏。我多交代几个嫖客，你们去罚那些嫖客嘛，都是大款。哼，这些事儿以后再说，先说一说大富豪的火。说这事儿啊，这可不关我的事儿啊。不关你的事儿，我们能找你吗？啊？哼！给我老实交代你的犯罪事实。犯罪的不是我，是矿上那电焊工扎叔扎铁柱，他是我爸爸的表弟。那火是他弄的，真的不关我的事儿，真的。你刚才说，上午和苏阿福吵过架，都吵了些啥？这我哪还记得住啊？就是向他讨账要钱呗。那你有没有说过，要放火烧了苏老板的娱乐城？啊？要是不给钱就放把火，这话是不是你说的？这不是我说的，是周培成说的。事情是这样的，苏老板，你给个面子吧，原谅他。你还敢跟老子这儿扎刺儿啊？苏阿福那混蛋！你他妈要把我这给点了你！就算我烧你这鸟窝又怎么了啊？你是大富豪，老子是没饭吃的穷人。你再不给那20万，小心老子放把火！周培生，你胡说什么你？苏老板，你别跟着犟种一般见识，我给你赔礼道歉了啊！你，我回去批评他，严肃批评。我给您滚！都他妈给我拖出去！走！苏老板，苏老板，你滚！你可别把这犟种的话当真啊！苏老板，你可别把这犟种的话当真啊！那就说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刘艳玲，我告诉你，今天你的情节是相当恶劣，你知道吗？你说大富豪那火烧成那个样子，你竟然跑了，还跑到夜巴黎去干那种生意，你还有点心肝吗？我没心肝。孙队长，你说，你让我咋说我就咋说。实事求是的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刚才说那火是扎铁柱弄起来的，他是怎么弄的？是他有意的放火，还是失火呀？把情况都给我交代清楚。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快9点的时候，有个老板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大富豪去陪他。我当时在夜吧里也没什么生意，我就过去了。刚进楼口，我就闻到了一股烟味儿。后来到3楼一看，是3楼的仓库着火了。我当时心里挺害怕的，想逃，可是后来我听到楼上有滋滋啦啦的电焊声音，我就上去了。后来还和扎铁柱他们一起救火了呢。哎呀，快点！哎呀，扎叔啊！哎呀，你怎么还喊呢？着
火了！什么？越着越大了，在哪儿？哎呀，着火了！哎呀，就还有灭火在楼下器吗？哎，在那儿呢。哎呀，快点，快点！快走！快走！快点！这么说，在场的除了扎铁柱以外，还有周培成。是，周培成是扎铁柱手下的打工仔，我认识他。那你从3楼上去的时候，发现没发现从4楼掉下来电焊火花呢？没有，火势那么大，有我也看不见呀。也就是说，当你发现火着起来以后，那火已经烧了很久了。肯定很久了，我当时还奇怪呢，这周培成和扎铁柱怎么都没发现呢？那么扎铁柱会不会发现着火了，还继续让火烧下去呢？不会，不会，救火的时候扎铁柱很主动的。这么说，苏阿福真的死了？叶姐，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啊。不过国靖，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啊？有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某种秘密，故意烧死苏阿福。叶姐，就算有人要对苏阿福杀人灭口，也未必采取这种极端的行为吧？也是啊，这么干要伤害多少无辜啊！叶姐，市委叫你马上到第3会议室开会啊。我知道了，知道了。这样吧，张姐，你们继续现场取证。好吧，尽量把工作做得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一点。明白。好，就这样。扎铁柱，你拿不到钱，对苏阿福就没有怨愤吗？当然有怨愤了。说句心里话，我连杀人的心都有。苏阿福早先不过是个摆地摊的个体户，现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发了。他大富豪了，我们倒好，在矿井下为国家拼了一辈子命，晚把几千块全结账回家了。苏阿福还黑着心赖我们的账，这他妈还有天理吗？喂，啊，国秀啊。啊，对。哎，怎么是你啊？这个大富豪着火的事怎么样了？这跟你没关系，你睡觉吧。啊。哎呀，睡什么睡呀？现在李大川在咱家坐着呢，正跟我说情况呢。第3施工队队长扎铁柱被公安局带走了，还说是放火呢。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子清啊，根据李大川和我的分析，不可能是放火。苏阿福欠了第3施工队20万装潢款，公司一直通过合法途径向他讨要呢。这事儿我也跟你说过，扎铁柱是正准备起诉苏阿福的。你别说了，在事实没有澄清之前，任何的分析只能是分析，不具备任何法律意义，你懂吗？你现在请李大川赶紧离开我们家，他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一个检察长的家里是不合适的，很不合适，你知道吗？有什么不合适的？哎，叶子静，你别忘了，这儿不但是你叶检察长的家，还是一个破产领导小组组长的家，一个党委副书记的家。矿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管不问吗？我黄国秀既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你说的对，你说的全对，你有责任有义务，但是咱们家不是检察院，也不是你的矿物集团党委。你有工作最好到你的办公室去谈。黄国秀，我可是跟你有协议的啊，咱们绝对不能在家里谈单位工作的事情。什么协议？子静，我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啊。喂。黄书记，您是分管破产工作的党委书记，您是知道的。我对下边几个施工队一直是要求比较严，尤其是扎铁柱那个施工队，那是优秀施工队啊。我敢把这样一支队伍交给他，那是因为我很了解他，我对他很放心呐。大川，我不敢放心呐。扎铁柱不会放火，其他人呢？现在经济纠纷这么严重，矿上又破了产。就不敢说没有人一气之下失去理智啊！